扔进已经士气低落的部队不可能改变战局，唯一的办法就是征召更多的士兵，一举打破乌克兰反攻的局势，然后在谈判中取得一定的话语权，把乌东四地当作乌俄缓冲区。只是征兵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不是说你今天一道令下去，明天80万士兵就都来了。另一方面，这80万士兵恐怕得要训练几个月才行。俄罗斯只能提前做考虑，明年计划猛攻，那么年初就要考虑兵力的问题。所以乌克兰说俄罗斯要在明年1月进行第2轮征兵不是没可能。而且还有一个问题，那就是普京到现在还没有签署结束动员的法令，也就是说俄罗斯的部分动员到现在还没结束。虽然俄罗斯国防部已经宣布完成了30万人的动员工作，但这不是正式法令，没有法律效应。也正因如此，俄罗斯会第2次动员的消息才会有那么多人相信。普京之所以不签署正式法令结束部分动员，就是方便未来启动第2轮动员。卡累利亚自治共和国的议员还给普京写过信，希望普京尽快签署并颁布结束部分动员的法令。没办法，因动员令造成的社会混乱一直没能好转。卡累利亚还只是一个位于俄罗斯北方边境、人口不到70万人的偏僻地区，这里的人都如此不安，更何况那些人口超过100万、1000万的大城市。当然，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还是乌俄战争本身。自9月份以来，俄军接连在哈尔科夫、红利曼和赫尔松遭遇失利，被迫撤出。俄罗斯民众对战争胜利失去了信心，就连一些最亲普京的媒体和官员也承认，战事进入了僵持阶段，俄罗斯难以在短时间内取得胜利。在这种情况下，第2轮动员的可能性很大。不过，因为俄军无法保证后勤以及前线持续失利，俄罗斯能动员多少人说不准。俄罗斯的首次动员其实就暴露了不少问题，比如战场后勤保障不行，萨哈共和国的部分动员兵在零下25度的训练场只能住4处漏风的单帐篷，而且很多动员兵缺乏战斗资源，例如步枪等，导致一些被征召入伍的俄军新兵拿着被淘汰多年的卡拉什尼科夫步枪进行训练。不仅如此，防弹衣、各类坦克、装甲车的缺乏，也成为了俄军后勤当下所面临的一大难题。部分地区的新动员兵被要求自购装备，当地政府甚至将个人贷款中心建在了征兵处旁边。当炮灰还要贷款，火力军真是开了眼。除了武器装备紧缺外，俄罗斯政府给动员兵发放的津贴也存在严重诸多问题，很大一部分动员兵应得的津贴没有落实。本该获得19.5万卢布津贴，动员兵实际却无法获得全额报酬，不是漏发就是少发。比如伏尔加格勒地区就没有给动员兵发1分钱，丘明地区则只给动员兵发放了每人795卢布。本土的情况更是一场闹剧，比如部分地区人口不足，财政十分紧张，配额却没有适当减少，征兵官很难完成任务。所以在部分动员的过程中，俄罗斯很多地方滥用权力，规定只征召具有军事经验的预备役人员，不允许征召一般人和在校学生。可一些地方为了达成指标，上街乱抓人头，向学生甚至向死人发传票，这不乱才怪。而且俄罗斯人也不愿意上战场。如果说保家卫国，俄罗斯民众或许还能接受，但是打入侵战争不行。普京下达局部动员令之后，俄本土民众反战情绪暴涨，上演了一波海陆空大逃亡。有能力的买机票，没能力就开车，能跑多远跑多远。特别是适龄男子，跑得一个比一个快。仅仅是格鲁吉亚的统计就有70万人。从9月份开始，大概有70万俄罗斯人入境格鲁吉亚，其中10万人留在该国境内，还有60万通过格鲁尼亚进入哈萨克斯坦、土耳其。这还只是一方的数据。如果把哈萨克斯坦、蒙古、芬兰这些与俄罗斯接壤的邻国以及买机票逃跑的人一起算上，数字要高得多。那些没跑掉的，直接跑去袭击征兵办，有的放火，有的开枪，不计代价的抗议。俄罗斯媒体共报道了68起与征兵有关的袭击事件，其中有45起发生在部分动员之后。遇袭单位除了征兵办，还有俄地方行政大楼、市政厅、统一俄罗斯党办公室等。毕竟前线的情况大家都清楚，上去就是送死。值得一提的是，除了明年1月的动员，俄罗斯今年还有秋季征兵。
和往年相比，俄罗斯今年秋季征兵时间推迟了1个月。俄罗斯总参谋部征兵负责人表示，俄罗斯在2022年秋季拟征兵12万人，比2021年减少7500人。大学生不会被征召，所有应征入伍人员将依法在俄罗斯境内的部队服役。按照俄罗斯的说法，这次征召的12万义务兵与之前征召的30万预备役没有关系。毕竟秋季征兵，俄罗斯每年都会举行，年龄在18岁到27岁，并且是未服役的青年，所以火力军认为这批新兵大概率不会上战场，延长现役士兵的服役时间才是俄罗斯政府的最佳选择。毕竟新征召的士兵在个人能力和战场经验上远不如已经服役多年的老兵。问题是这些新兵从哪儿来？是在俄罗斯本土征兵，还是乌东四州，甚至是克里米亚？之前乌克兰外交部强烈谴责俄罗斯，说俄罗斯在乌克兰临时被占领土地上开始秋季征兵，这已经犯法了，好吧？根据国际人道主义法，占领国不得强迫被占领地区人员在其武装部队或辅助部队服役，以及施加压力和进行有利于自愿参军的宣传。但是俄罗斯不管，毕竟不是第一次干这事儿了。从2015年开始，俄罗斯已经在克里米亚进行了16次征兵活动。俄罗斯占领当局非法强迫约3万6千名乌克兰人服兵役。这次秋季征兵在顿巴斯也不是不可能，只是这就有一个问题：首次动员30万新兵，秋季征兵12万，再加上拟征兵70万，以及跑掉的俄罗斯适龄男子，征兵办的压力很大呀，说不准自杀事件就会再度发生。之前俄罗斯海军上校在办公室自杀，就是因为完不成动员任务，出现巨大压力，加上上级威胁称要没收他的个人财产，于是这名上校拿枪对准自己胸口，连开5枪，一走了之。总的来说，俄罗斯本土现在的情况就是民众不想送死，征兵办招不到兵。如果普京强制征召，俄罗斯本土的情况只会更加混乱，或许乌克兰都不用打仗，俄罗斯自己就倒了。好了，这期视频到这儿就结束了。各位觉得俄罗斯明年会再次征兵吗？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评论。如果视频内容有不对的地方，各位也可以在下方留言。我是火力军，下期见。